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会晚婚吗？你未来会遇到一个怎样的灵魂伴侣？还有就是神谕卡给我们的一些关于爱情和人生的指引和建议。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当中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呢，第一组牌我看到第一张牌它就是权杖3，你们对人生、事业还有爱情都有自己长远的规划。那么你们目前的状态呢，是一个人独处。现在的你们最自由、最清醒、最敏感，但是也最孤独。你们在逃避人群的同时，也是在逃避自己。那么这张星币2呢？关于婚姻这件事情，其实你们还没有彻底的想清楚，你们还在纠结。一方面，你们渴望婚姻，憧憬婚姻，你们希望有一个人生的避难所；另一方面呢，其实你们也会有一点害怕婚姻，因为你们见过很多不幸福的婚姻。所以说，在你们在婚姻这件事情想明白之前呢，你们是不会轻易的进入到一段婚姻当中的。你们对待婚姻这件事情持有一个非常理性的态度和看法。那么第二张牌呢，力量牌，你们很清楚你们对于爱情的信仰，内心的纯真和坚守的底线，需要你们拥有强大的内心来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而且呢，这张力量牌也代表着你们依然拥有蓬勃的生命力，无论身处何处，你们都拥有一颗追求梦想和爱情的炙热的内心，只不过你们现在不会轻易的把它显露出来。你们对外呈现出的是一个冷冰冰的自己，你们只会把自己的温柔留给对你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人。那么第4张战车牌呢，是你们未来会遇到的这个灵魂伴侣。那么战车牌在占星当中对应的是巨蟹座，一个水象特质的人格。所以说，关于你们的灵魂伴侣呢，他也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有一点高冷和坚硬，但是他的内心当中其实非常的温柔和体贴，因为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水象特质的人格，非常的敏感，只不过他不会把它轻易的显露出来啊。他也害怕自己受到伤害，所以他用一个很坚硬的铠甲把自己包裹起来。那么战车所对应的这个灵魂伴侣呢，他有着很强烈的家庭观念，对待爱情很专一，但是呢，在某些事情上也会比较的固执，爱钻牛角尖。总体来说呢，这个灵魂伴侣他是一个懂得换位思考的，善良温厚的人。那么这4张灵魂神谕卡呢，是你们在灵魂上依然需要的一些修炼和功课。第一张牌就是 regret，它带来的信息是悔恨。可能是因为你们过去不成熟的沟通方式在感情当中缺乏一些理解和包容，或者说是没有抓住的一些机会，缺少一些行动力，让你们错过了某个人，或者说某段很重要的感情。你们现在依然会奢望过去发生的事情本可以有不同。而第2张牌呢是 deny， 否定。你们可能现在有一些自我否定吧，对自己一些不太自信或者说自我怀疑的情绪。你们都有亲密关系的恐惧其实是来源于对不完美的自己的恐惧。因为亲密关系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能够映射出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不安全感、恐惧、脆弱、控制，甚至是逃避。那么这面镜子其实也是能够更加清晰认识自己的一个人格成长的工具，或者说是契机。当你开始觉察和自我接纳，而不是指责和否定自己，你们的内心就会逐渐的从匮乏变为富足。你们会慢慢的由自身渴望爱、缺乏爱，变成自身充满爱，然后把这种爱分享给别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你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别人的爱。如果你是一朵花，你会觉得春天会离开你，但是如果你自身变成了春天，那么在你的世界里就永远有花。
那么第4张牌呢是 trust 信任，你需要对自己有信心，你需要对未来有信心。那么这种信心呢会带来内心当中的一种深深根植的希望感，它会潜移默化的指引你的行动，它会慢慢的让你不再彷徨，它会慢慢的让你相信自己的行动真的可以改变命运。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一个发光的自己，而发光的自己呢不仅仅可以获得别人的理解和认同，还能够让你们吸引到对的人。那么这3张爱之神谕卡呢，第1张就是 Keep an open mind。你们现在需要打开自己的思维，不要轻易的去定义婚姻，也不要轻易的去定义你们自己。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你们在什么时候结婚，而是你们什么时候想结婚就可以结婚，想不结婚就可以不结婚。你们不需要被任何的人或者事，还有这个社会所绑架。那么第2张牌是 Free yourself， 释放你们自己，释放你们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执念。这些执念呢，会让你们看不清前方，也看不清自己。现在的你们需要轻装上阵，没有任何的心理包袱。那么第3张牌呢是 Wedding。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最终还是会进入到一段婚姻当中，或早或晚。而你们进入到这段婚姻的时机呢，是你们完完全全的想明白婚姻对你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你们想明白了婚姻对你们的意义之后呢，你们会自愿的走入到这婚姻的束缚当中，在充满爱的环境下被束缚，它和自由一样令人愉悦。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其实什么时候结婚对于你们来说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你们是否能在一段好的婚姻和爱情当中不断的发现一些创造性的力量，让你和你的灵魂伴侣都彼此变得更好。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呢，我看到这组牌，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桃花的运势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抽到了这张爱人牌的正位啊，说明你们身边可能一直会有，或者说一直会出现一些桃花来接近你们，但是能够和你们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的桃花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说你们可能并不会让自己过早的进入到婚姻当中。首先呢，圣杯女皇这张牌啊，代表的是你们自身的一些特质。你们在感情当中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内敛的，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主动的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即使对对方非常有好感，也往往是从暗恋开始默默的关注对方。而且呢，从这组牌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是目前你们更想要的是自由，你们会觉得婚姻对你们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束缚，会阻碍你们对于未来人生的发展，或者说阻碍你们得到一些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啊，你们会在婚姻当中牺牲很多。那么这张圣杯8呢，也是你们可能在未来的话会放下自己已经拥有的一些东西啊，去主动的踏上一个追寻自我的旅程。你们很清楚，如果想要得到一段满意的亲密关系，你们首先要收获一个满意的自己，你们需要在更高处遇到一个更好的人。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自身也是非常上进努力的类型，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收获到自己的灵魂伴侣啊，也就是魔术师 Magician， 一个拥有远大雄心、意志坚定啊，对于未来有长远规划的这样一个人。那么这个灵魂伴侣是你在追逐自我的过程当中收获到的桃花。那么魔术师呢，他在塔罗当中就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存在，拥有着非常强大的能力，能够把自己的目标显化的这种强大的行动力啊，你遇到对方的时候，想必自己也已经，所以说当你遇到对方的时候，想必自己也已经足够优秀。而且呢，我看到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彼此的对方其实都没有要求啊，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很开心、温暖而踏实，分别独处的时候也各自安静而丰盛，不会过度的依赖。你们会彼此的分享一部分自我，同时呢也会保留一部分自我。那么这4张
灵魂神谕卡呢带来的指引啊，第一张就是 freedom。自由，你们现在被大环境啊、身处的环境所束缚和限制自由，长大的过程更像是一个越来越不自由的过程。而且呢，你们在追逐自由的过程当中啊，只依靠摆脱外界的束缚是不够的。你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回真实的自我，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呢，也包括亲密关系啊。其实一段好的亲密关系并不会束缚我们，而是会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更自由。因为一段好的亲密关系啊，它可以充当我们心灵上的避风港。只有拥有了这种内心当中的避风港，你才能够毫无保留的去探索剩下的世界。所以说，自由和束缚啊，它并不是一个对立的概念。那么在爱情当中，你可以先让自己被束缚，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拥有自由。那第二张牌呢是 gratitude，我们可以用感恩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用感恩的心态去记录这个世界。那同时也包括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人和事，我们都应该报以感恩，因为它都是我们人格成长的契机。而这种感恩的心态呢，也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角度啊，或者说滤镜来看待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与其惋惜于有的人不能再见，不如感恩于能够遇见，毕竟相遇本身就是一种幸运了。那么第三张牌是 pride。骄傲啊，为自己感到骄傲，永远爱自己，尊重自己，相信自己。当然，在感情当中呢，也要不卑不亢，不刻意讨好，也不委屈自己。别人对你好，你自然也会对别人好。你会明白，真正美好的爱情是彼此付出，彼此分享，彼此尊重，也彼此理解。在这样一个环境或者说氛围下，你们会发现一个更加闪光的伴侣，也会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那么第四张牌是 fear， 恐惧。你们对于爱情的过分期待会变成一种恐惧啊，恐惧会让你们回避责任，逃避现实。你们也对失控拥有强烈的恐惧，害怕周遭的一切都失去控制。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也是如此，因为害怕一切失去控制，所以想要掌控一切。但是在感情当中，一旦掌控欲占据了你的理智，亲密关系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那么这四张爱之神谕卡呢？第一张呢就是 trust。你们要重新拾起对于爱情的信仰。可能说你们现在对于爱情又有一些回避或者恐惧啊，因为你们害怕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害怕一个会离你们远去的人。而第二张牌呢是 deception， 欺骗或者说是背叛，戴着面具共舞。你们可能在过去的感情当中受到过一些伤害啊，甚至是背叛。你们曾经深爱的人，最终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你们对此感到深深的恐惧啊！你们恐惧的是曾经深爱的人可以变成陌路人。那么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像都不是那么的坚固。而且呢，第三张牌是 forgiving and learning。就是你们无论在过去遭遇了什么，都依然要原谅、放下，并最终学习和成长。这是你们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些事情。你们为了走出过去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啊，但是有的努力会显得很极端。你们会阶段性的依赖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暴饮暴食啊、疯狂的购物，或者说疯狂的熬夜。你们也许能在短时间内让你们放纵自己，忘掉过去，但是你们最终会感受到无尽的空虚。你们需要向前走，不断的向前走。古伊斯兰有一句谚语啊，这个世界是一座桥，不要在上面建造你的住所，因为最终我们都会抵达自己该抵达之处。不要为了他人而停下、改变，甚至是损毁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安静的走你该走的路。你需要的是一个人，你需要一个人与你结伴而行，而不是为了一个人而停下你的脚步。等你们能够到达这种状态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全然的专注在当下。你们也会发现，能够与你们结伴同行的那个人，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在你们的身边。那这个时候，你们就会明白，无论是爱还是婚姻，都是因为道德、责任还有深深的共情，让自己自愿套上了枷锁。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就会自愿的进入到婚姻当中，而这种枷锁呢，不是为了拴住彼此，而是在茫茫人海中，为了不会丢失彼此而做出的努力。所以你们想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会花很久很久的时间，但是对于你们来说，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呢，第3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宝剑8。你们现在很迷茫，整个人的话，身旁插满的宝剑是大环境或者说社会对你们的束缚，感觉自己正在随波逐流。成长对你们来说就是被推着向前走，机械的完成一个又一个的任务。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也绝对不会允许自己早早的就进入到婚姻当中，因为在爱情和结婚这件事情上，你们这次想自己做主。那么第二张牌呢，它是圣杯的逆位。那圣杯的逆位，它代表的是你们在感情当中可能不太善于表达，或者说这张牌的出现是你们在过去的感情当中曾经有过的遗憾和不甘。你看世人多奇怪，喜欢的得不到，得到了又不珍惜，在一起时怀疑，失去了又怀念，怀念的时候想相见，相见的时候又恨晚，终其一生满是遗憾。那么第3张牌呢是女皇牌啊，出现这张牌的话，说明你们自身的条件非常的不错，但是在感情当中容易失去理智和自我。而第4张牌呢是圣杯国王，你们未来的灵魂伴侣。那么圣杯国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占卜当中也多次出现过啊，他是一个非常温柔且情绪稳定的水象特质人格。那么这种人格呢，或者说这种温柔情绪稳定的人格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信，不需要让谁来认同，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不被外界所影响，坚持自己的原则。而这个特质恰恰是你们所需要的。同时呢，圣杯国王他在感情当中啊，能够对你们自身的情绪感同身受啊，并且做出适当的回应。他可以给你一些勇气，鼓励你行动，也可以默默的陪伴在你的身边。那么接下来的2张灵魂神谕卡呢，是我们的灵魂上依然需要的一些指引和修炼。第一张牌呢，它就是 failure 失败。那么这种失败呢，是你们在过去的感情当中犯过的错误，其实也是你们学习和成长的契机。那么这张灵魂神谕卡呢，你们因为害怕感情失败而下意识的避免一切开始，但是没有经历就没有成长，你们必须要权衡和做出取舍，你们要允许自己走错路，有的时候走弯路也是一种捷径，它能让你更清楚的知道你们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么第2张牌是 judgment， 你们有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活在别人的评价和看法当中，你们也会活在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当中。不仅仅别人对你们有偏见，可能你们自己也对自己有偏见。你们正在学着慢慢的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所以你们不允许情绪化的自己，也不允许自己流露出任何的情绪。而当你们越在意别人给你们的评价，你们越在意自己给自己的评价，你们无形当中就给自己施加了很多的束缚和限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监狱，明明没有任何人囚禁你们，但是你们自己就是走不出来。所以说你们现在可能需要去打破社会或者说你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些定义和标签。不要在乎这个社会要求你去做什么，可能这个社会或者说你身边的人，他们会告诉你在规定的时间内结婚生子，但是这其实都不是你们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你们有自己的节奏，你们只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活出自己的人生，就是一种成功。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爱之神谕卡呢，给你们的信息，第1张牌是 worth waiting for。那么占卜当中提到的这个灵魂伴侣是值得你们去等待的。那么第2张牌呢是 attraction。你们之间其实在一起的过程应该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在爱情当中对的人是不需要去努力靠近的，你们只需要依靠彼此的吸引，就会自然而然的在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你们去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也不需要你们刻意的付出，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那么第3张牌呢是 Stay optimistic about your love life。请你们保持期待，保持对爱情的期待。你的心是怎样的，
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怎样的，你就会吸引到怎样的人来到你的身边。人都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力量，你期待自己变成怎样的人，你就会变成怎样的人。你期待自己的人生伴侣是怎样的，你就会得到怎样的人生伴侣。同时呢，即使你们现在依然是一个人，也要认真的生活，因为真正美好且值得期待的永远是旅途本身。无论有没有人在你们的身边陪伴你们，你们都能够精彩的过好这一生。不管怎么样，都不要让自己失望，要做让自己舒服和喜欢的事情，这样你们就会成为最好的自己，你们也会遇到最好的人生伴侣。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么第4组牌，首先呢，第一张权杖8。你们是这4组牌当中最容易因为一时冲动或者说一时激情而结婚的人。你们在感情当中不会相信一些海誓山盟，而是会被对方所展现出来的某个小小的细节所打动。那么圣杯9呢，是你们自身所拥有的一些骄傲，也可以把它称作为一种自信。你们对于自己的这种骄傲，会让你们拥有很强的原则和底线，不会轻易的妥协，也不会随便的将就。你们对于另一半有着自己的要求和标准。那么第3张牌呢，是命运之轮。它带来的是一种很深的执念，很强的感情连接。所以说这张牌出现在这组牌当中呢，说明你们的灵魂伴侣可能已经出现，或者说曾经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你们因为一些现实的因素目前可能会处于一种断联的状态，但是让命运之轮不断的转动可能未来会让你们重新走到一起。那么第4张牌呢，星币骑士，也是你们的灵魂伴侣他所具备的一些特质星币它代表的是土象，而土象特质带来的是一种厚重的感情，如高山大川，延绵不绝。那这种感情的力量是厚积薄发的，一开始你可能感受不到，但是你会渐渐的体会到它的力量。这种爱会把你包裹起来，让你感受到温暖，有一种力量和安全感蕴含在其中。那么它的陪伴呢，会让你在内心当中重新充满光与爱。那这种陪伴它会创造一系列不连续的温暖的瞬间，而这种一个个不连续的温暖的瞬间带给你的感觉就叫做幸福。所以说土象特质的灵魂伴侣，他往往都特别的专一，他能够给你最好的爱就是他的陪伴。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灵魂神谕卡呢，是你的灵魂仍然需要修炼的一些功课。第一张牌是 Courage， 勇气。那这种勇气呢，可能是你们现在正在缺乏的一些勇气。这种勇气是重新开始的勇气。我们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是我们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选择生活和爱情的勇气，也是我们这组牌的主题。那希望你们看到这组牌的指引以后，能够拿回自己人生当中的控制权，做自己人生的主人。那第2张牌是 Honesty， 诚实。你们需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不再逃避。当你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逃避一些你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了。从今天开始，你必须对自己诚实。人生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答案，想要什么就去追，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那对你来说就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不对自己撒谎。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你的犹豫、害怕和困惑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阻碍你，但是你一定要坚定一点，该争取的时候就要全力争取。犹豫会让你错过自己想要的人和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4张爱之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Love yourself first。在开始任何一段感情之前，我们都要先学会怎样爱自己，尊重自己，相信自己。你们要先学会如何爱自己，你们才能够学会怎样去爱别人。在和别人相处之前，我们要先学着和自己相处，而这也是孤独的意义。孤独让我们试着和自己相处，与自己和解。
自己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虽然一个人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会很寂寞，但是呢，这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人生的一部分。第二张牌是 Healing Family Issues。你们可能自身多多少少会带着一些原生家庭赋予你们的东西，或者说你们从小成长在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原生家庭当中，这让你们缺乏安全感，这让你们渴望爱。而第三张牌是 True Love， 代表的是你们一生当中命中注定遇到的真爱，它会一定程度上疗愈你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一些缺憾。那么第四张牌呢是 Past Life Relationship。那这张牌很少会被抽到，所以说抽到第四组牌的朋友们，可能你们的人生遇到的这个人，他会和你们有前世的联系，你们之间会有非常非常强的这种灵魂上的共鸣。这个人也许已经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许是未来会出现的，但是你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对方与你的那种强烈的连结，你们甚至不用解释太多，就知道彼此的意图，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默契。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